对于经常往返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朋友来说，跨境德士是一种常见的交通选择，但过去的规定往往让乘客和司机都觉得不够便利。如果你也曾新马两地通勤，你一定知道跨境交通有多麻烦。但最近一个重大进展正在悄然酝酿，可能彻底改变你的跨境出行体验。近日，新加坡两个德士协会提出改革建议，希望能让跨境德士在下车点更灵活，也让整体通关和出行更高效。如果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可以随时随地下车，跨境德士是不是就完美了？新马跨境德士服务即将迎来的这一关键改革。新马两地之间往来密切，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流在新柔长堤和第二通道穿梭。除了巴士和私家车，跨境德士也是许多通勤者的首选。对于不方便开车的人来说，跨境德士提供了点对点的便利服务。然而，目前的规定相对严格，跨境德士只能在指定的地点上下客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乘客的灵活性。比如从新加坡打车到柔佛，必须在特定的德士总站下车，不能直接抵达家门口或公司附近。随着两地交流越来越频繁，这种单一模式的服务已无法满足乘客的多元需求。因此，关于跨境德士的改革呼声已经存在多年。这次提出改革的是全国德士师傅协会和全国私人出租车司机协会。他们在与交通部和陆路交通管理局的会面中，带来了几项关键建议。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允许跨境德士可以在任何地点让乘客下车。这样一来，乘客抵达马来西亚后就能直接在目的地附近下车，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二次转乘的麻烦。不过，为了确保监管，协会同时建议跨境德士仍需从指定地点接载乘客。这样既能让当局监督运营情况，也能避免非法营运的出现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接客点统一，落客点灵活，既方便乘客又保持监管。当然，为了让任意地点下车成为现实，协会还给出了完整的配套建议。首先是使用召车应用来更好的配对乘客。通过数码平台，乘客可以更快叫车，司机也能减少空驶，提高效率。其次是建议增加更多上下车点，分布在不同地区，避免大家集中在少数总站排队拥挤。第三个亮点是让跨境德士在关卡时能够使用公共交通车道，这意味着他们能像巴士一样快速通关，而不必和私家车一起长时间排队，从而缩短旅程。这些建议如果能落实，不仅能提升乘客体验，也能让跨境德士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出行方式。那么这些建议真的能杜绝非法载客和价格欺诈吗？面对改革提案，大家最担心的莫过于非法载客问题。跨境交通需求旺盛，这就让一些不规范的非法运营者常常钻空子。那么该如何确保改革不会让问题恶化呢？便利性提升的同时，监管也必须跟上。协会特别指出，任何新的框架都不能让非法营运车辆更容易操作，也不能让违规行为更难被发现。为此，他们提出了几项保障措施，比如所有跨境德士必须符合统一的车辆标准，包括车龄限制、车窗贴膜规定，以及确保没有未缴清的罚款。同时，跨境德士必须使用计程表，并在行程结束后提供正式收据。这不仅能保障价格的公平和透明，也能增强乘客的信心。换句话说，改革的目标不是放松监管，而是在保持公平和安全的前提下，让出行方式更灵活、更便捷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建议确实考虑周全。但接下来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政府是否会采纳呢？目前，新加坡交通部已同意与马来西亚政府共同检讨跨境德士服务。这意味着相关的建议将有机会进入实际讨论阶段。从大方向来看，跨境出行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多。除了德士，两地也在推动巴士、轨道交通，甚至未来的高铁项目。跨境德士的改革可以说是整体交通升级的重要一环，
如果这次建议能够被采纳，新马乘客将享受到更灵活、更透明的服务体验，而对于司机来说，也能在更公平的环境中运营。跨境德士的改革不仅关乎几百位司机，更关系到成千上万每天往返新马的乘客。协会的建议兼顾了便利与监管，如果能顺利推进，将大大改善跨境通勤体验。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交通合作也将再进一步，改革背后更大的一盘棋正在展开。未来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、技术共享和管理升级或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亮点。你觉得未来跨境德士该怎么改才最好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